这个新冠肺炎啊传播的很快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很多老年人容易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侵袭。其实这个跟自身的免疫力强弱呢是有很大关系的。那免疫力啊就是我们最好的医生，所以免疫力低的人平时一定要多加强免疫力。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经常吃有助激活免疫力。第一种蜂胶，蜂胶被称为呢紫色黄金，蜂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、多糖物质，有很好的抗菌、消炎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那么中老年人多吃一点，对身体啊是有很大好处的。第二种大蒜，生活中啊很多人觉得呢葱姜蒜气味很大，所以不喜欢吃，尤其是大蒜。其实大蒜对提高免疫力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，因为大蒜中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和蒜素，也有很好的抗菌、消炎、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。除此之外呢，多晒晒太阳，多运动，对提高免疫力也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啊，现在呢是特殊时期，大家呢最好就不要出门。当人到了50岁后，血管会开始老化变硬，如果不好好保养，那么血管就可能出现堵塞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那该怎么保养血管呢？吃饭时要记住2多2少。第一个，多吃降脂食物。50岁以后，如果不想血管堵塞，吃饭时可以多吃一些有降脂功效的食物，比如白菜、芹菜、胡萝卜等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第二个，多吃含雌激素食物。多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降低坏胆固醇，也有很好的养护血管的作用。那含雌激素的食物有豆制品、小麦、洋葱等。第三个，少吃盐。人到中年以后要减少食盐的摄入量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给血管壁增加压力，时间长了对血管健康不利。第四个，少吃高糖食物。生活中也有很多食物属于高糖食物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也不利于血管的健康。那人到中年以后，记住上面2多2少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和硬化，让血管保持年轻。50岁后给血管洗澡，4种食物经常吃，血管干净，人长寿。第一种，黑豆。黑豆富含丰富的营养，其中含有的花青素属于多酚类物质，可以提高血液循环速度，有很好的保护血管作用。第二种，黑木耳。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，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够将身体里的代谢废物排出去，有很好的软化血管、保持血液流动通畅的作用。第三种，卷心菜。卷心菜含有的营养物质也比较多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有促进血液循环、保持血管弹性的作用，也能够保护血管健康。第四种，荞麦。荞麦中含有的维生素 B1 和 B2 可以帮助净化血液，保护血管，经常吃，血管健康，人长寿哦。话说50知天命，当然过了50岁后，更应该注重养生了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注意，若能够做到3不贪，身体或许不会太差，离长寿也会更进一步。第一，不贪闲。很多人到了50岁，生活基本稳定了，这时候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，所以整个人就闲下来，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动，这是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的。建议大家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素质，对长寿有帮助。第二，不贪喝。很多人过了50岁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就喜欢喝酒。建议大家要少喝酒，因为50岁后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如果经常喝酒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想要健康长寿，最好不要喝酒。第三，不贪吃。50岁后，人的新陈代谢变慢，这时身体很容易发福。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，尽量在饮食上控制一下，不要太贪吃。身体太胖也容易影响寿命，所以不想身体太差，平时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也能离长寿。60岁后想要长寿，3件事尽量少做，或许能为寿命加分。尽量少抽烟。现在不管男女，很多人都有抽烟的习惯，而60岁以后，可能很多人已经有数十年的烟龄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香烟中有很多的有害物质，对于肺部的伤害特别大，所以中老年朋友想要身体健康，60岁以后就尽量少抽烟，以免影响寿命。尽量少吃咸菜。咸菜属于腌制食品，在腌制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盐分。
如果老年人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。所以不管男人女人，60岁以后要尽量少吃咸菜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尽量少熬夜。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对身体排毒有帮助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如果经常的熬夜，那么就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排毒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60岁以后要尽量的避免熬夜，有一个好的睡眠习惯，这样对健康长寿才有帮助。我们经常呢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呀自己失眠了，大半夜的睡不着，第二天还要工作呢。其实呢，经常失眠睡不着，很可能是身体缺乏了2种营养，最好呢早做调理。缺乏了维生素 B6， 维生素 B6是人体所必需的，如果长时间的缺乏，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失眠多梦、情绪波动大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牛奶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6， 可以帮助缓解失眠。缺乏色氨酸。很多人不知道色氨酸是什么。色氨酸呢是一种氨基酸，对血清素和褪黑色素的产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那色氨酸呢，相当于一种天然的安眠药。如果体内缺乏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谷物，比如小米。小米是谷物中色氨酸含量最高的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。便秘是很常见的一件事，虽然便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长期便秘也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而且便秘的痛苦也只有自己才知道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便秘。第一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生活中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萝卜、豆芽、猕猴桃等。在我们肠道内，维生素 C 是乳酸菌的食物之一，所以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增加益生菌数量，有润肠通便的效果，能够很好的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。第二种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食物都属于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红豆、海带、木耳、玉米等。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分2种，水溶性和不溶性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软化粪便，刺激和加快肠胃蠕动。那便秘的朋友多吃这类食物，可以帮助快速通便，让肠道越来越通畅。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普遍了，很多人伏案工作以及低头玩手机，都容易出现肩颈酸痛的情况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头晕手麻、视力模糊等问题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呀，随时随地都能做，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。首先将我们左手手臂绕过头顶，左手压住右侧头部，然后慢慢的将头部向左侧压，要感觉到脖子有紧绷感，右手则放在背后，这样坚持5秒，再换相反方向。这样左右交替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颈部肌肉，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脖子僵硬、颈椎疼痛以及颈椎不好引起的头晕头痛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那经常久坐不动、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呀，就可以做一做。做完或许能够让颈肩更轻松。肉是餐桌上常见的美食，很多人呀都喜欢吃。鱼肉是既美味又有营养，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同样是炖鱼，为啥自己炖出来的鱼腥味很大？其实很可能是你在炖鱼的时候放了2种调料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。这2种调料就是花椒和八角。大家都知道，想要炖出美味的鱼肉，调料是很关键的。很多人炖鱼的时候喜欢将调料放个遍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放花椒和八角，因为花椒和八角有很强的刺激性，在做菜的时候很容易中和掉。如果炖鱼的时候放了这2种调料，不仅不能去除腥味，还可能会加重鱼腥味，所以大家在炖鱼的时候就把这2种调料拿得远远的吧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身体经常会和别人有一些碰触，那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要注意有些要害部位最好不要乱碰。第一个地方，后脑勺。我们的后脑勺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呢是生命中枢。但是后脑勺也是很脆弱的，希望大家不要乱碰。如果不小心被碰撞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二个地方，颈部两侧。在我们颈部两侧有个颈动脉窦，
这里是颈动脉搏动最明显的地方，它调控着人体的血压和心率。如果不小心压迫到这里，也可能有致命危险，所以大家也不要乱碰。第3个地方，四肢动脉。我们四肢的动脉也非常的容易受到伤害，如果不注意保护，也会呢危及生命安全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上面这3个地方自己尽量少碰，最好也不要让别人乱碰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